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品牌到底要多有安全感，才会被全世界家庭视为可以载小孩的车？没错，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就是来自瑞典的安全系男友 Volvo。但你知道吗？ Volvo 的故事其实一点都不天生高贵，相反，它的起点超接地气，是两个瑞典阿北，一盘小龙虾，一场饭局，说干就干，硬是从轴承做到全世界最安全的车。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品牌如何从边缘副业一路变成安全代名词，中间还经历了差点改姓被法国吃掉，后来被美国人买下，最后居然被中国人救活的翻转剧。 Volvo 的故事保守的刚刚好，叛逆的恰到好处。一开始时间拉回到1924年的夏天，两个主角，一位是 Asa Gabrielsen， 一个是 Gustav Larsson。 这两个人一个是业务，一个是工程师。 Asa 的爸爸原本是在砖厂上班，后来自己开蛋行，家境不算差，也不算特别富，他自己读的是经济和会计，后来进了一间叫 SKF 的公司卖轴承，做到全球销售经理，算是业务界的模范生。 Gustav 则是正港的工程仔，念机械工程，专门搞设计，也待过 SKF， 后来去别的机械公司继续当工程师。这两个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可以说是工程魂加业务脑的组合，从头聊到尾。那天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吃饭，很多说法是 Storhof 餐厅，点了小龙虾，喝了点酒，一边聊一边吐槽。你看现在这些外国车开在瑞典这种又冷又烂的路，3天2头就坏掉。欧洲其他国家也许可以靠马路跑车，但我们瑞典人需要的是结实、安全，可以陪我们上山下雪的车。说到这里，两人眼神一对，讲好啦，我们来做一台给瑞典人开的车，名字都不用想了，直接从 SKF 抽一个现成的品牌名出来，叫 Volvo。 你知道 Volvo 是什么吗？是拉丁文，意思是我滚动、超实用、超轴承风格。顺带一提，你看 Volvo 那个像男性符号的 logo， 其实跟性别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圆圈加箭头的符号，在古罗马炼金术里代表铁 Iron。 瑞典最出名的就是钢铁工业，他们当初选这个标就是想告诉大家，这车是用瑞典钢打得硬得很，只是后来恰巧跟男性符号撞脸了，才被大家开了几十年的玩笑。那时候 SKF 并不买单，觉得你们两个想太多了，我们是轴承公司，不是车厂哎。结果 Asa 怎么办？自己掏钱，叫 Gustav 把自家客厅变成工作室，开始画图设计车，做原型，连做车的前记账单的地址全部都用 Asa 自己家。我们现在回头看，这根本就是瑞典版的车库创业。也因为这样， Volvo 一开始不是靠集团资源撑起来，而是靠一个会计师的积蓄加一个工程师的熬夜换来的。1927年4月14日，第一台车代号 V4 在瑞典哥德堡的嗨辛恩工厂开出，取了个很接地气的名字 Jacob。 这一天后来就变成 Volvo 的官方生日。但别以为这台 Jacob 是什么超级爆款，没有，第一年只卖了300多台，完全不赚钱。其实 Volvo 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做小轿车，在他们推出 Jacob 的同时，就已经在开发卡车了。在1928年 Volvo 的第一台卡车 LV 系列正式上市，市场反应比轿车好太多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年代的瑞典路况差，气候极端，但又大量需要运输建材、农产品、木材，外国卡车来这边都抖到散架，结果 Volvo 的车反而越烂越能开，甚至后来连瑞典军方都直接下单买车，间接帮 Volvo 度过最初现金流危机。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其实 Volvo 到今天为止，真正最赚钱、最稳定的事业，并不是轿车，而是 Volvo Trucks 的全球商用车版图。他们现在在全球卡车市场跟 Mercedes-Benz、Truckman、Scania 并列前几名。换句话说， Volvo 从头到尾都不只是做小车的品牌，他们有2条腿在走，而且是轿车拿来传理念，卡车拿来赚钱。真正让 Volvo 活下来的其实是卡车跟巴士，因为瑞典太需要能跑工地耐寒的商用车了，利润也高得多。 Volvo 靠这些车撑过前几年，所以从一开始 Volvo 就不是走性能派的路线，而是耐操、实在、安全。可以说 Volvo 的 DNA 不是在赛道上长大的，是在泥巴路里磨出来的。当然凡事都有例外，沃峰历史上其实有过一次颜值的巅峰。1961年他们推出了一台双门跑车 P1800，
美到连电视剧《圣徒》里的007扮演者 Roger Moore 都爱不释手。但这台车最传奇的不是外表，而是它的心脏。美国有一位名为 Irving Gordon 的车主，开着他的 P1800S 一路开到了2018年去世前，里程数突破了320万英里，约515万公里。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20多圈，或者去月球来回6次。这台车到现在还在跑引擎，只大修过2次，这才是 Volvo 所谓的耐用，不是讲讲而已，是能把你送走的程度。接下来时间快转到2战之后，欧洲开始重建经济复苏，大家开始需要家用车了。Volvo 这时候抓到一个关键定位，北欧人要的是结实耐用安全的车，不是那种一开就爆缸还要打蜡擦亮的娇贵跑车。这时候他们推出了几台关键车款，像 PV444 后来改款成 PV544 小车，但车体很扎实，价格也不贵，很快在瑞典和美国都卖起来。接着再来一台叫 Amazon 的车，没错，早在 Jeff Bezos 出现以前，外形现代结构强化，连安全带结构都开始研究进去了。这时候 Volvo 内部开始讲一句话，后来变成品牌名言，车是人开出去的，所以一切设计都要以人安全为主。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废话，但在那个时代，其实很多车厂都还在搞性能第一，操控第一，外观第一，根本没人管车祸会不会死人。Volvo 就这样慢慢走出自己的安全之路。接下来这个发明真的可以写进人类文明史。1959年 Volvo 的工程师 Niels Bohlin 发明了现代的3点式安全带。你以为 Volvo 的安全只是广告讲讲，其实人家在背后是有练过的。他们从1970年代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很特别的部门，叫做 Volvo 安全事故调查小组 Accident Research Team。 这个小组到今天还在，每年会实地调查瑞典境内的数百起真实车祸现场，收集数据，分析车辆变形角度、伤害类型、乘客受力点，然后全部拿回实验室重新模拟撞击。 Volvo 甚至会用假人模型穿安全带，不穿安全带有侧撞梁和没有侧撞梁，全部撞一次。他们不是拿实验室来盖章，而是用真实车祸的死人伤人数据去设计结构。所以你现在买 Volvo 的车上面有一堆听不懂的英文缩写，什么 Police City Safety Pilot Assist Run Off Road Protection， 其实背后都有个车祸故事在提醒他们，这个东西必须存在。这也解释为什么很多车厂说自己安全，但 Volvo 的那种安全是有血有泪堆出来的。我们现在开车理所当然都会绑安全带，对吧？但在当年超多人觉得这东西很烦，被绑住不自由啦，我开车又不会撞，这侵犯人权吧？没错，连人权都搬出来了。结果 Volvo 内部评估完，发现这条安全带真的有效，每年可以救超多人。他们做了一个震惊车界的决定，我们虽然有申请专利，但这个专利我们不要收授权金，免费开放给全世界车厂使用，1毛钱不收，就为了让更多人活下来。后来有统计，这条安全带全世界至少救了100多万条命以上，这不是行销，是实打实的救命数据。你说这个品牌有没有良心？就像 Apple 发明 iPhone 不收专利，让所有手机厂都能用 Multi-Touch， 那是完全不同等级的气度。1970年代 Volvo 又做了一件别人不想干，但他们硬干的事。当时欧美开始管汽车尾气，很多车厂都抗议，说这样会拉高成本，影响性能。Volvo 不但没有反对，反而当成机会，我们就来搞环保技术。他们开发出 Lambda Sound 系统，也就是氧气感测器加3元催化系统的组合。1976年 Volvo 240车系率先搭载这套系统，成为全球第一款用这套排放控制科技的量产车。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控制空燃比，让有害排放大幅减少，直接成为后来全球排放法规的基础。Volvo 自己后来都说，这套 Lambda Sound 对环境的重要性跟3点式安全带对人命一样，安全第一，环保第二。这个品牌一路走来都不是在耍嘴皮子，而是认真的用技术做事。不过讲好话的同时，我们也要讲点黑历史。Volvo 并不是每一台车都这么神。70年代 Volvo 为了切入小型车市场，收购了荷兰的 DAF 车厂，推出了300系列，像 Volvo 340。结果这系列车简直是灾难，因为用的是荷兰那边的旧技术，
加上那令人崩溃的 CVT 变速箱，这车在当时被评为又慢又吵又容易坏。瑞典总部甚至一度很嫌弃这台车，觉得它拉低了 Volvo 的格调。这段经历也教会了 Volvo 一件事，有些钱不能省贴牌的车终究是没有灵魂的，但当然代价也不是没有。做环保做安全，零件多结构复杂成本高，车价自然也跟着高。有时候你想买一台便宜又快的车，不会选 Volvo， 但如果你今天是要载老婆小孩去滑雪，那 Volvo 很可能是你的第一选择。接着我们来到 Volvo 最经典的形象时代，方盒子车款登场。1970到1980年代 Volvo 推出一系列四四方方的车，240、740、940，怎么看都像砖块上路，但说真的超级耐用。这系列车有个很有趣的现象，车主常常是医生、教授、工程师、研究员，总之就是那种脑袋派的人。你问他为什么买 Volvo， 答案不是炫富，也不是性能，而是因为我不想死。这系列车不只是耐撞，车体结构、侧边撞击吸收能力、儿童座椅系统等等，通通走在时代前面。但同时品牌形象也慢慢形成一个标签， Volvo 就是无聊但安全。很多年轻人觉得，我开车是要耍帅的，不是去开救护车。但 Volvo 的工程师其实也是有脾气的，被大家笑久了，他们决定疯一次。1994年英国 BTCC 房车锦标赛，其他车厂都开着流线型的轿车来比赛，结果 Volvo 居然拖了一台850 Estate 旅行车上场。没错，就是那种本来应该载着黄金猎犬去郊游的大屁股旅行车。全场观众都看傻了，以为他们开错路，结果这台飞行砖块在赛道上弯道超车，虽然最后没拿总冠军，但那个画面太震撼，直接把 Volvo 旅行车其实很能跑的形象刻进车迷心里。从此以后 Flying Brick 飞行的砖块就变成了对 Volvo 最硬核的赞美，这种形象甚至红到了好莱坞电影 Crazy People 里，直接帮 Volvo 想了一句台词 Boxy but good， 方但是好。虽然这本来是句玩笑话，但 Volvo 后来也乐于接受这种设定。我知道你笑我，但我比你早笑我自己。你不买没关系，等你有家庭有小孩的时候，你自然会懂。讲到这里 Volvo 的发展还算稳定，但90年代终于来一个差点改姓的大事件。 Volvo 想要扩大规模，就去跟法国的 Renault 联盟谈合作。本来两家公司打得火热，计划合并汽车事业，组成当时世界第6大车厂。结果谈着谈着，瑞典这边爆炸了，股东工会媒体通通跳出来骂，你们这是要把瑞典国宝卖去法国哦，我们这是要变 Renault 的子公司吗？最后董事会临时翻盘，直接撤销合并提案。这段剧情超像订婚宴当天，新郎突然说我反悔了。代价呢？整场订婚的主办人，也就是董事长 Pierre Gillenhammer 直接请辞，几个董事也跟着走人。这就是 Volvo 第一次差点换姓氏，最后紧急踩刹车的故事。你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不，真正的大风大浪还在后面等着。他们其实也知道自己规模太小，不可能一个人打整场全球车市的仗。最后他们决定做一个超关键的转折，把自己卖掉。不过这次不是卖给法国人，而是美国人。1999年 Volvo 把旗下的乘用车事业 Volvo Cars 整包卖给美国 Ford， 价格大约是 64.5 亿美元。从那一刻起，大家熟悉的那台 Volvo 房车休旅车，车头挂着斜杠铁圈 logo， 背后的老板已经从瑞典变成美国底特律了。你可能会想，那 Volvo 不就不瑞典了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Volvo 被卖掉的只有做小客车这部分，剩下的大卡车、公车、建筑机械这些全都还在原本的 AB Volvo 集团里。后来他们还去收购了 Renault Trucks，Mack Trucks 变成世界上最强的商用车集团之一。所以你今天看到的 Volvo 卡车和 Volvo 房车其实是两家公司出的，只是 logo 一样，感觉像是亲戚关系。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 Honda 摩托车跟汽车也是拆开的？差不多就是这种复杂但很瑞典的处理方式。好，回到 Volvo Cars 被 Ford 买走之后，他们被放进一个叫做 PAG 的大家庭 Premier Automotive Group， 里面还有谁？ Jaguar Land Rover、Aston Martin。Ford 的计划是很明确的，我要把这些品牌组团打豪华车市场，正面对抗 BMW、Benz、Lexus。其实
Ford 刚接手 Volvo 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野心的秘密计划，据说内部曾经考虑让 Volvo 单飞发展一个高端副品牌，代号叫做 Gentle， 没错，就是温柔的那个意思。这个名字当初就是想把 Volvo 的北欧理性加高安全风格拉到更贵、更精致、更多皮革与木头的方向，但这个计划最后被高层否决了，理由是市场太饱和，品牌延伸风险太高，而且 Jaguar 和 Aston Martin 已经在集团里，很难给 Volvo 空间玩新的。这件事虽然没成，但后来你看到的 S90、V90 的高端版本设计感，其实多少还留有一点 Gentle 当年的轮廓，也可以说是 Volvo 一次温柔又失败的品牌升级尝试。但问题来了， Volvo 是安全专家，是理工男，你突然要他走红毯喷香水耍高级，真的不太习惯。 Volvo 当然也想升级品牌啦，也真的有做一些努力。2002年他们推出了第一代 XC90， 一台7人座 SUV， 这台车真的太重要了，不夸张的说，它就是救了 Volvo 一命的车。 XC90 设计稳重，空间大，安全配备超级完整，一推出在美国就大卖，特别是家庭市场，根本视为爸爸的神车。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台 XC90， Volvo 很可能撑不到后来。但问题还是存在，在 Ford 体系底下， Volvo 被要求共用零件平台节省成本，这其实没错，商人都会这样做，但一共用就会出问题。你想想， Jaguar、Volvo、Land Rover 轮流用一样的变速箱，一样的零件，久了大家都开始有种我到底开的是哪一排的车，品牌个性开始模糊。最夸张的时候，你把 Volvo S40、Mazda 3和 Ford Focus 拆开来看，底盘结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甚至连车钥匙这3家看起来都长得差不多。对于买了豪华品牌 Volvo 的车主来说，发现自己的车底盘跟一台平价 Ford 通用，那个心理阴影面积是很大的。这种套娃战术虽然帮福特省了钱，但几乎把 Volvo 独特的北欧灵魂给磨光了，最后变成不上不下，比 Toyota 贵，比 BMW 无聊。更惨的是2008金融海啸爆发，美国车厂陷入现金流危机， Ford 也自顾不暇， Volvo 更惨，变成要被甩卖的包袱。那时候 Volvo 开始裁员缩减产能，全世界都在问 Volvo 要被谁买走，谁敢接这个快沉的船。答案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吓到，是中国的吉利汽车。2010年吉利用大约18亿美元从 Ford 手上买下 Volvo Cars， 这个收购案一公布，全球汽车媒体几乎用震惊来形容。其实吉利接手前， Volvo 内部的气氛是快要关灯打烊的状态。你知道员工流失率高到什么程度吗？据说那2年瑞典总部很多工程部门直接招不到人，老员工也不断跳槽去别家欧洲车厂，甚至有传言说整个电动车研发部差点被拆光，连高层都做好拆掉卖技术的最坏打算。直到吉利确认注资，并且允诺不会搬总部，不裁主力研发团队，才慢慢把人留住。所以后来大家才说，吉利并不是买一个瑞典品牌，而是救了一整群瑞典工程师的梦想。这不是收购，这是急救。哇，瑞典的国家象征怎么被中国买走啦？ Volvo 会不会以后变成贴瑞典牌的中国车？网络上一堆酸民直接说这是瑞典人的灾难，但你知道吗？真正的灾难其实没有来，反而真正的翻转就从这里开始。当然凡事也没那么完美，直到今天在某些欧美市场， Volvo 依然需要费力去解释各种关于血统和数据安全的质疑，但就产品和生存而言，这确实是一次成功的救援。吉利玩的剧本跟一般中国车厂完全不同。第一，他们跟 Volvo 签合约，总部设计研发全留在瑞典哥德堡，吉利出钱，但 Volvo 自己管自己。第二，他们不去干预 Volvo 内部运作，反而砸大钱拉资源，让 Volvo 做自主平台开发新世代车系。第三，他们在中国建厂，帮 Volvo 拉高生产规模，让成本摊得更平。简单讲就是我出钱你出脑，我们一起重生。吉利的老板李书福当时讲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话来形容他对 Volvo 的策略，叫做放虎归山。他认为 Volvo 在福特手里像是一只被关在动物园的老虎，天天被逼着吃饲料，表演跳火圈，也就是共用平台。而吉利要做的不是把老虎关进中国的动物园，而是要把笼子打开，让它跑回森林里去抓猎物。
这句话直接打动了当时心灰意冷的瑞典高层。这样的组合听起来不太合理，但真的成功了。Volvo 自己搞出了全新的 SPA 平台，接着在2014年推出第二代 XC90， 一上路就直接惊艳市场。新的 XC90 完全走北欧极简风，中控萤幕超大，几乎没按钮，车内用原木饰板北欧布料，配上 Volvo 最强的主被动安全系统，整个内装让你有种在森林冥想的感觉。这台 XC90 不只是车，更像一间会移动的北欧设计饭店。接着几年的产品线几乎都超准， XC60、S90V、90、XC40 每一款都延续那种干净温柔冷静的设计风格。以前大家说 Volvo 是教授开的车，现在大家说是设计师开的车，品牌调性直接往文青豪华去走，而且定位超明确，奔驰是贵族，宝马是操控，奥迪是科技， Volvo 呢是安全又环保有气质但不炫耀的北欧人。你说这是不是一种高级的反潮流？然后2017年 Volvo 丢出震撼弹，他们宣布从2019年起，所有新推出的 Volvo 车型都要有电动系统，不是全面变电动车，而是全部带电，也就是油电插电混合纯电动全都包。这个决定下得非常早，比很多欧洲车厂还早一整轮。为了把这场仗打得更彻底， Volvo 甚至做了一个切分手术，他们把旗下的高性能部门 Polestar 极星独立出来，变成一个专门做纯电高性能车的独立品牌。 Volvo 负责走温馨家庭路线， Polestar 负责去跟 Tesla 和保时捷拼刺刀。这种兄弟分家各自爬山的策略，让他们在电动车市场能吃到更广的客群。为什么 Volvo 敢这么做？其实很简单，他们知道自己不是跑第一的，也不是卖最多的，但他们可以当最早转弯的那一个，因为这个品牌一直在强调未来是什么，不只是现在怎么赢。接下来几年你可以看到 Volvo 加速电动化，推出 XC40 Recharge、C40 EX30、EX90， 尤其 EX30 直接被誉为小而强的代表作。小型 SUV 价格甜，质感高，安全配备全外形很有感。而 EX90 更是 Volvo 首次完全为电动化打造的大型旗舰 SUV， 搭载 NVIDIA 的高算力电脑，整车几乎就是在用科技守护你。你可能没注意到 Volvo 的电动车其实有点分两种，一个是比较高端的，像 EX90、EX30， 这些是用他们自己家族的 SPA2 或 SEA 平台打造，配上 NVIDIA 晶片全套雷达系统，高级音响安全科技都一应俱全。另一个是轻度电动化的路线，像 B5 Mild Hybrid Recharge Plug-in， 这些看起来是油车，但其实早就有一套小电系统在运作。这种策略叫做双轨电气化，是为了让不同市场像欧洲、美洲、中国都能接受 Volvo 的电车转型，但不至于断层。但这个战略也造成一个挑战，你要维持两套平台，两套研发流程，开发速度就会慢，整合也比较复杂。说穿了就是，以前做一台车只要防撞够强，现在还要能 OTA， 能自驾，能识别行人，而且不能当机。这条路其实走得很跌跌撞撞。大家可能还记得几年前那个尴尬的名场面， Volvo 在媒体面前演示自动刹车系统，结果车子完全没停，直接以时速30公里狠狠撞飞了测试假人，还好不是真人。甚至还有一次是在自动泊车演示时，直接撞上了前面的卡车。虽然后来解释是设置问题或特殊情况，但这都暴露了一个事实，从硬体安全转到软件安全，哪怕是 Volvo 这种老实人也是要交学费的。软件的代码可比瑞典的钢板难搞多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最新的旗舰 EX90， 因为车机软件开发太复杂，曾经不得不宣布延后交车。这对原本习惯做最硬壳的 Volvo 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文化阵痛。不过就算这样，消费者还是给了 Volvo 很高的信任分数，毕竟你要带小孩带家人出门，那个安心感是别的品牌很难模仿的。 Volvo 必须确保软体跟硬体一样硬才敢交给你。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来帮 Volvo 做个小小的总结，这个品牌到底好在哪里，又有哪些小地雷？优点很明显，第一，安全性从头到尾贯穿品牌灵魂，不是贴标签，是技术真的强。第二，品牌价值观一贯连安全带专利都免费开放，全世界车厂都在用他们发明的东西。第三，设计有格调但不浮夸，
是那种有内涵不喧哗的高级感。第四，吉利的收购是极少数被新兴市场车厂买走，结果更强的成功案例。但要讲缺点也不是没有。第一，过去的方盒子形象还没完全洗掉，有些人还是觉得 Volvo 有点无聊。第二，品牌不算主流，车型少，选项少，不像 Toyota VW 那种产品海。第三，车价偏高，维修保养费用也不便宜，这在部分市场是门槛。第四，电动车跟软体系统复杂化以后， Volvo 也要面对更新迭代的问题，不能只靠安全吃老本。你会发现 Volvo 一直都在走一条不争第一，但要最稳的路线。别人想的是跑最快，卖最多， Volvo 想的是有没有可能活得更久一点，守住更多人。你说它慢，但其实它赚得很快。你说它保守，但它总是在关键时刻做出最正确的选择。从1927年那台雅阁布到今天的 EX90， Volvo 一直都在用一个北欧人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是一个人一个家可以相信的保护壳。好啦，这就是 Volvo 的故事，从鸡蛋批发的儿子到全世界最安全的电动车品牌。谁说冷门的路不能走得远？只要你走得稳，走得久，你终究会抵达属于你的终点。